你知道吗？我们跟癌症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近了。近年来，罹癌总人数不仅一直在增加，年轻人之中罹癌确诊者的比例也有提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万一不幸罹癌，我们的生活、工作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癌症吧。连续40年来，癌症一直是台湾人10大死因的榜首。现在在台湾，每223人当中就会有1人罹患癌症，而去年因为罹癌过世的人就占了总死亡人数的28%。近年来也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癌症病逝的新闻，而且有许多人都还很年轻。比如今年过世的歌手朱丽静确诊乳癌时只有38岁，而于天的女儿艺人于愿琪更是在2014年31岁的时候就确诊了大肠癌。研究显示，我们跟癌症的距离可能在越逼越近，跟过去相比，近几年罹癌人数不只有显著的成长，而且现在很多种癌症不到50岁的确诊者比例也越来越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如果真的不幸罹癌，现今的医疗技术有办法治好吗？癌症又会怎么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呢？根据卫福部统计，近年来台湾每年初次确诊癌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2012年是9万多人，到了2019年就有超过12万人，相当于每4分20秒就有1人确诊癌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年轻的癌症病友出现。其实各年龄层的人本来就都有可能罹癌，发生的几率呢，通常是依照年龄递增的，以年长者居多。不过，在国内外许多种常见的癌症，50岁以下的青壮年人口确诊的人数都开始大幅增加，比如位居台湾10大癌症之首的大肠癌就有这样子的趋势。2019年医疗期刊《Lancet》的研究呢，都指出有越来越多50岁以下的人确诊大肠癌。那在台湾更显著的例子还有乳癌。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过去40年来，20到50岁的年轻乳癌患者增加了整整4倍。现在台湾确诊乳癌的患者平均年龄大约在50岁上下，比欧美各国年轻了10岁左右。其他像是甲状腺癌、肾脏癌等等也都有这样子的趋势。至于为什么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年轻人会得到癌症，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有专家认为，这可能跟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或环境污染等等因素有关。而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医学跟卫教观念进步，所以人们会比过去更早发现癌症。那么现在的医学有进步到可以治愈癌症吗？长期以来，癌症都被称作是不治之症，因为虽然可以用治疗控制病情、切除肿瘤，但直到现在，医生都很难向病人保证癌细胞完全被清干净了。不过，若是可以越早发现治疗癌症，通常存活的几率就会越高。目前，台湾全体癌症病患的5年存活率已经达到了60%，也有许多人在治疗之后存活好几十年。所以，普遍认为癌症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绝症，而更像是一场长期抗战。那为了要存活下来，患者要经历的是漫长又辛苦的治疗。以化疗来说，虽然状况因人而异，但一套疗程通常要半年左右，而且还会带来许多的副作用。同时，患者还要面对罹癌后的种种心理压力。那除了生理上面的病痛之外，罹癌之后原有的生活可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很多活动可能会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参与，或者也可能因为治疗所导致的外观变化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不过，许多癌症病友最担心的问题是钱。根据卫福部去年的数据每个癌症患者的医药费用平均超过20万，而且这还只是健保给付的费用，其他需要自费的治疗与药物，还有交通、照护等等成本都没有算进去。那虽然不同的癌症、不同的病况所需要的花费都会不同，不过对多数的人来说，通常都会是一笔大数字。于天就曾经透露，女儿于愿琪的癌症治疗费每年动辄200-300万。他说，作为艺人跟立委，这笔费用连他都感到吃不消，更何况是一般的劳动族群。而根据卫福部统计，在20到55岁左右的青壮年主要劳动人口当中，就有大约30万人正在治疗癌症。但根据年轻病友协会的调查，在这些青壮年癌友当中呢，多数人的年收入都不到50万，还有40%的人早已经为了治疗而入不敷出。而且这些青壮年癌友呢，许多都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所以不管呢是为了治疗或为了养家，他们都还是非常需要工作的收入。目前无业的青壮年癌友当中呢，就有90%的人因为经济压力，希望可以重回职场，但是其中有80%的人其实就是因为罹癌而失去了工作。对
对于病况或者是治疗副作用比较严重的人来说，身体的虚弱很可能会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导致他们需要长期请病假，或是没有办法继续做原本职务。比如原本是搬运工的人，虚弱到不能够搬重物等等，也因此他们可能就会面临失业的处境。那在公司的立场上面，如果员工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原本的工作，也不适合其他职位的话，确实很难花资源继续雇用。另外，也有癌友会因为频繁请假而薪水大减，或不忍心看同事因为自己加班而选择主动离职。不过，其实也有一些已经完成治疗或病况比较轻微的癌友，明明还是能够胜任工作，但却因为生病在职场中遭遇到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比如想要重回职场却处处的碰壁。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青壮年癌友认为重返职场最大困难就是雇主会对自己的离癌事有疑虑，甚至还有癌友分享，他曾经在被录取之后，又因为主管质疑他得过癌症会影响工作能力而遭到开除。有人表示自己在离癌之后还是很努力的维持生活，积极参与活动，却因此被公司的人误会指责他装病，最后被逼着签下离职单。此外，还有很多癌友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配合加班，就被同事或者主管酸言酸语，甚至被骂是废物。那在这种被不当解雇或被歧视的状况下，法律能够保障癌友们吗？在法律上虽然没有特别针对癌友设立的职场规定，但还是可以就既有的法律采取动作。劳基法当中，癌症甚至是普通伤病，可以请病假或留职停薪，只要过程符合法规，公司照理说是不能够随便资遣的，必须证明癌友真的无法胜任工作，并且经过考核、调整工作内容等等的过程才可以资遣。另外，遭遇职场歧视的话呢，也可以依就就业服务法的就业歧视规定跟劳动局申诉，或是用刑法的公然侮辱罪提告。但是就跟所有劳资纠纷一样，要采取法律途径的话，耗时费力又花钱，这对于已经很缺时、缺力以及缺钱的这个癌友来说呢，更是不容易而且也未必有用。因为比起一般的普通伤病，癌症的情况更多变，请假的时间也可能更不固定，有的时候未必能够符合法规。那公司针对癌友是否胜任的这个考核呢，到底合不合理，可能也不好判定。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很多癌友可能会因为自责感或受到公司的逼迫而签下自愿离职单。那这样子的话呢，公司连考核都不用做。另外，如果遭遇职场歧视要自行收证呢，也会有难度。再加上歧视的定义往往很暧昧，如果只是酸言酸语，比如被说你又请假害大家加班，或是身上都是药味等等，这些话就算伤人可能也很难构成法律上面的歧视。人们常说情理法，法律能管到的可能只是最严重的状况，所以在法律之外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行动。近年来，民间的病友团体就大力的推动病友友善职场的概念，呼吁企业将这个概念纳入员工训练当中，提供癌症病患更友善的职场环境，以及更有弹性的工作条件，希望能够避免对病友的歧视与误会，保障病友一个病得起的未来。具体来说，病友友善职场的概念呢，就是鼓励企业设立一套机制，灵活的调度人力，让离癌但还是可以工作的员工，可以依据疗程的需要还有生理状况来调整工作内容或安排更弹性的工作时间。那目前也有不少的企业已经加入响应。今年台湾年轻病友协会提出病友友善职场宣言，不仅获得了政治人物表态支持目前已经有21家企业签署响应，包含了深耕癌症领域的罗氏大药厂。罗氏大药厂这一次更投入了公司资源，委托我们来制作这部影片，来推广癌友职场环境友善的概念，希望能够借由影片让大家更认识癌症病友的处境，给予更多的同理心和多一份包容，让癌友们的抗癌之路不再那么的孤单。在这一次查资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人会质疑病友要求更弹性的工作条件算不算是特权？那有许多的癌友就表示他们真的不是想要特权，毕竟要是可以的话，有谁会想要离癌呢？但既然生病了，碍于病情，可能还是会需要调整工作的内容或方式。那么觉得这种基于生理状况调整工作的情况不能够算是特权，也早就已经有过先例了。举例来说，孕妇不用值夜班，或是请产假的规定，甚至是一般人感冒请病假，也都是同一个道理。只是因为癌症的时间比较长，状况又比较多变，所以执行起来呢门槛确实更高。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现行的机制可能无法应对，所以可能就会需要一套更灵活的机制。而另外，我们其实也有看到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分享同事离癌之后的状况，说癌友同事虽然很需要工作，但又很担心给公司的同仁添麻烦，卡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不过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很愿意帮忙癌友的，很多人会大力的支持离癌的同事，去跟
跟公司争取合理的工作条件，请主管重新分配人力等等，让癌友在职场上面也能够继续的努力。那这样的体谅，我们相信呢，对癌友来说也非常重要。只是很多人可能还是会不太知道，在日常相处上面要怎么拿捏，才不会让癌友不舒服。那关于这一点呢，有很多的癌友表示，其实倾听跟理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友善了。比如很多癌友会上网分享说，不希望自己整个人都被癌症定义了，毕竟生病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很多人还是能够工作，能有自己的生活，也不想要聊天话题只剩癌症。所以评论外观变化、过度的关心病况等等行为，都可能让癌友觉得不太舒服。那可是这样要注意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呢？确实人跟人的相处本来就有很多的眉眉角角。那如果真的遇到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的状况呢，也不妨直接跟对方沟通跟询问。那在这边我也想要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癌友友善的职场环境，你认为可以怎么做呢？每个人都先从认识癌症病友的处境开始，预防误会或偏见。B. 公司要设立机制，让罹癌的员工可以继续工作，也不会增加同事的负担。C. 通通都要。D. 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癌症病友的处境。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血癌是绝症吗？和吃素有比较健康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